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有些蔬菜因含有天然毒素或刺激性物质，不焯水直接吃可能会中毒。如果处理不当，轻者恶心腹痛，重者可能中毒。您知道是哪些蔬菜吗？第一种，菠菜。菠菜是常见又鲜嫩的蔬菜，全年都能吃到。但吃菠菜前，焯水这一步可不能省，关键就在于去除草酸。菠菜的草酸含量很高，那股明显的苦涩味和口腔发麻、牙齿发涩的感觉，多半是草酸在作祟。虽说偶尔吃一次，草酸摄入量不足以致命，但那不适的口感实在影响食欲，而且肠胃敏感的人吃了，还可能出现腹泻、腹痛等症状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草酸易与钙结合，形成草酸钙。长期不焯水就吃，可能增加肾结石的风险。菠菜焯水需讲究技巧，先将水烧开，加少许盐和几滴油，能锁住营养，保持翠绿。放入菠菜后迅速翻动，让其均匀受热，焯水1至2分钟，时间别太长，以免软烂失味。捞出后立即放入冷水中过凉，快速降温，能阻止菠菜继续受热变老，还能让口感更脆嫩。凉透后捞出沥干水分，即可用于后续烹饪，这样既去了草酸，又保留了蔬菜的鲜爽。第二种，四季豆。四季豆是四季常见的蔬菜，但它潜藏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风险。未煮熟时会产生毒素，这一点多数人都有所了解。未熟透的四季豆中含有皂素，这种物质对消化道黏膜有着较强的刺激作用。一旦食用了未煮熟的四季豆，中毒反应往往来得很快，轻微者会出现恶心、呕吐、腹痛、胃痛、腹泻等症状，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溶血性休克，危及健康。要避免四季豆中毒，得从选购和清理环节就做好把控。首先，尽量不买老四季豆，因为其毒素含量会随成熟度增加而升高。其次，处理时要掐去两端和老筋，这些部位的毒素相对集中。四季豆焯水得用沸水，水开后放入处理好的豆荚，大火保持沸腾状态煮5分钟，要确保豆荚彻底熟透，看颜色变为暗绿，无生清感，尝着没有生味和苦味才行。煮好后捞出，这样能有效去除毒素，吃得放心。第二种，西兰花。西兰花虽营养丰富，却含有硫代葡萄糖苷，这种物质若烹饪不当，在人体内可能分解出一硫氰酸盐等物质，过量摄入会刺激胃肠道，让人不适。所以吃西兰花前焯水很关键，能去除部分硫苷类物质。焯水时，待水烧开后放入西兰花，加少许盐和油，保持大火煮1至2分钟。看到西兰花颜色变得更鲜亮，质地脆嫩时就捞出，马上过凉水降温。这样处理后，既去掉了潜在的刺激物，又能留住西兰花的营养和脆爽口感，吃起来更安心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真的超费心力，小颖每天都在分享简单好做的家常菜。今天这个做法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留言或转发呀！你们的每一份支持都是我更新的动力，真的特别感谢大家。第4种是木耳。无论是干木耳泡发后，还是新鲜木耳，都建议先焯水再食用。这主要是为了去除杂质和微生物。干木耳在泡发过程中可能会残留一些细小的沙土、灰尘等杂质，新鲜木耳则可能携带细菌、霉菌等微生物，直接食用存在卫生隐患。焯水能借助高温快速清理这些有害物质，让木耳吃得更放心。焯水时，
待水烧开后，放入木耳，保持大火煮3分钟左右，时间不宜过短，否则难以彻底杀菌去杂，也不宜过长，以免木耳变得软烂，失去爽脆的口感。焯水后的木耳捞出沥干，无论是凉拌、清炒还是煲汤，都更加干净卫生，还能保持其独特的口感，为菜品增色不少。第5种，黄花菜。黄花菜中还有一种对人体有害的生物碱——秋水仙碱。这种物质具有毒性，若食用过量，会让人产生不适。所以，不管是新鲜的黄花菜，还是干货黄花菜，食用前都务必先焯水。焯水能有效去除其中的秋水仙碱，降低食用风险。经过这样的处理，黄花菜吃起来才更健康，也能更好地保留其本身的鲜美滋味，让我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，不必为健康隐患担忧。黄花菜焯水时，先将其洗净，水烧开后放入黄花菜，大火煮2至3分钟。新鲜黄花菜焯水后，最好再用清水浸泡一会儿，干货泡发后焯水即可，捞出后沥干，这样能充分去除秋水仙碱，吃着更安全，还不影响鲜味。为让家人吃得安心，这些蔬菜的焯水步骤可不能省。菠菜去草酸，四季豆消毒素，西兰花减刺激，木耳除杂质，黄花菜去秋水仙碱。每一步焯水都是在为健康护航，别觉得焯水麻烦，几分钟的等待能避开恶心腹痛的风险，也能让蔬菜口感更棒。把这些小技巧记在心上，做饭时多花这一步，家人吃得舒心，自己也能更放心。毕竟守护家人的饮食安全，才是餐桌上最实在的爱呀。下次烹饪这些蔬菜，可别忘了先焯水哦。以下是这些不需要焯水就可以直接炒制的蔬菜：嫩芹菜。嫩芹菜纤维细，焯水会让水分流失，变得干巴，直接切小段快炒，或凉拌时加点盐拌匀，脆嫩不塞牙。油麦菜口感脆嫩，直接炒能充分激发出它的香味，焯水会使其营养流失，口感变得软塌，清洗干净后直接炒制即可。绿豆芽焯水后炒出来的绿豆芽水气大，口感不好，直接大火快炒，能保持其脆嫩的口感。椰菜花维生素 C 含量高，焯水会破坏其脆爽口感，可将其切成小朵，浸泡洗净沥干水分后，用盐和白糖腌制一段时间，再进行炒制，能保持脆爽。好啦，别忘了点赞关注呀，你们的每一条留言我都会看，愿快乐常伴，我们带着更多干货，下期不见不散。